祖父给我取了一个母夜叉回来，我哪敢过问他的行踪？你连自己的媳妇儿去哪儿都不知道？哎呀，这一个个的成何体统！三弟，听闻庆王妃性格洒脱，只是这宫宴都要提到，未免也太不把皇家礼数放在眼里了。皇祖父息怒，想必我姐姐是嫌自己的容貌和身材太过丑陋，怕冲撞了圣驾，所以才迟迟不肯出现。庆王妃到！丑陋肥妇终于来了。这就是庆王妃，不是说将军府只有二小姐才貌双全吗？这长相和气质，比太子妃还要耀眼，堪称是绝色佳人也不过如此。庆王真有福气，不可能，他怎么这么瘦，还这么好看？孙媳宋昭，参见皇祖父、皇后娘娘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的确有些神似，但他绝不可能在1个月内瘦成这样啊！臣不敢认呐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在太上皇面前假冒庆王妃！我现在就将你拿下，送去大理寺。你到底是谁？妹妹，我胖的时候你骂我是死肥猪，现在我瘦了，你又说我是假货，怎么？地球都围着你转啊！你真的是宋昭？你是怎么瘦下来的？瘦身秘诀很简单，每天揍你一顿。我，现代女兵王宋昭昭，5年前在一次任务中爆炸身亡，在睁眼又成了这位被钥匙卖到西周为奴的将军府肥胖嫡女宋昭。我从西周的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上阵杀敌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成了执掌杀伐的西周大将军。随我杀敌！末将参见太上皇。不必多礼，孩子，过来让我看看。你为我大业朝征战多年，百战百胜。此次西周平乱，你亦是头功。朕知道，你不是此间之人。太上皇，慧眼。皇帝战死，本应传位太子，但太子仁而不慈，明而不恕。半年来，朕暂代监国，但朕老了，身子骨弱了，临死前想厚颜求你一事啊。求你嫁给我那不成器的孙儿三皇子萧承锦，替朕管教他，并护他周全。好，我答应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不能暴露我西周大将军的身份。可，朕封你做郡主。不必，我乃宋万年大将军的嫡长女宋昭，我要从将军府风风光光的出嫁。你是宋将军失散多年的嫡女，好啊，果然是一门忠烈，果然是将门虎女，朕准了。谢陛下。今晚我便去会会这出了名的纨绔三皇子萧承锦。我那不成器的孙儿啊，这回呀，总算是有人能好好治治你了。
三殿下，听闻太上皇已为你指婚，是宋大将军府的嫡女。我记得宋大将军府的嫡女容貌极美，性格那叫一个温柔，殿下好福气呀！切，不是那个，说的是宋大将军家刚找回来那个嫡女，还说的是她是个肥婆，极其肥胖。三殿下有福了啊！不过是个没人要的肥婆，娶回来也就是个擦脚的。她要是上赶着要嫁，本王就把云梦阁所有好看的姑娘都抬进府，让那头肥猪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子。你说谁是肥猪？刚才是你说要让我做洗脚婢，是又怎样？你就是宋兆呀！本王告诉你，就算你是宋将军的嫡女，也别想管住我。本王乃放肆！放本王下来！本王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非要嫁给本王？宋兆，王爷，你想干什么？本王可是皇子。不干什么，就是通知你乖乖待在这里，准备大婚。哼，本王要是不愿意呢？3日后，大婚如期举行。你若是敢作什么妖，我便要你的好看，明白吗？萧成景这个纨绔料理完了，接下来该回将军府替原主讨债了。凭什么？太上皇指婚，让宋家嫡女嫁给3皇子，我是要嫁给太子当太子妃的，我才不要嫁给3皇子那个纨绔废物。乖女儿别急，娘再想想办法。将军府嫡女从来都是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滚啊！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来找你们。不过几年不见，都不认识我了。陈姨娘，还有我的妹妹。我是傻了吗？傻！拜你们所赐，中了那断魂散，一趟变傻，还被卖到西周为奴。别打了，薇薇妹妹，我疼！蠢货，占着嫡女的位置有什么用？打你都是便宜你。来人，把这个蠢货给我发卖出去，扔去西周为奴，别在我们家浪费粮食。没想到吧，我不仅活着，还回来了。我要从将军府出嫁，既如此，便来清理门户。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微微，你，周儿，这是你吗？哎呀，你这些年去哪儿了？为夫找的你好苦啊！少废话！3日后我要从将军府出嫁，我娘的嫁妆还我。宋昭，你失踪那么多年，名声早就臭了。
也不知道被多少人糟蹋过的破烂货，居然还有人要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咨文大将军宋万年之嫡长女宋昭，秀外慧中，聪慧伶俐，特指婚于三皇子萧承景为正妃，钦此。哎呦，原来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姐姐那些嫁妆我都给你留着呢，我这就去给你取来。我娘可是江南首富的独女，当年10里红妆，陪嫁京城旺铺12间，江南庄园3处，万两黄金，珠宝无数。你就拿这东西来糊弄我？哪有那么多，早就贴补家用了。昭儿，你娘既然嫁到我将军府，财产自然要入我将军府的府库，那就是我府中公账，岂能算作一人嫁妆？你娘早就死了，你一个肥婆，就算嫁过去，也没有人会在意。带那么多钱过去干什么？那，你也死个娘，我试试。昭儿，爹知道你受委屈了，这样，爹给你一个铺子，再加黄金100两，风风光光送你出嫁。不好意思啊，宋大将军，我娘的嫁妆我都要，少一个铜板，我拆了你的将军府。宋昭，你别太嚣张，我跟你拼了！微微，你们2个即日起搬到偏院去，3日后我大婚，谁敢露面，我就用谁的头当陪嫁。皇祖父，您给孙儿指的什么婚啊？那宋昭，她就是个女魔头，还那么胖。混账东西，你还嫌弃人家胖？人家没有嫌弃你无能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什么？赶紧回去，准备大婚。我又不是太子，你凭什么给我娶个母夜叉？太上皇，太子和皇后娘娘来了。皇祖父，孙儿给您请安了。锦儿，这是怎么了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与皇后无关。父皇，近日天气寒冷，您身子骨可好些了？皇祖父，您该喝药了。喝什么药？本王看见他就来气，本王不许。锦儿，听话。那宋小姐虽说风雨了些，但正好镇宅嘛，你可别再把太上皇气坏了。镇宅你怎么不娶啊？你娶啊！好了，朕累了，都退下吧。太上皇有令，隐瞒西周大将军回朝的消息，看来是有意拉拢。西周将军拉拢不到，还有宋万年。这宋昭虽是嫡女，可谁人不知宋微微才是掌上明珠。你父皇已经战死半年，不如你早日娶了宋微微，那宋万年自会拥护你，到时兵权在握，太上皇还如何坐稳这监国之位？可惜了，小时候见那个宋昭，长得冰雪可爱，如今却是这般模样，和三弟还真是绝配啊！哼，厨子，您大婚的婚服准备好了，要不要回去试一下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皇祖父的人。厨子，我从小就被安排了，我也没得选嘛。成婚
我没兴趣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位战功赫赫的西周大将军，若能得到他相助，大事方有转机。至于那个肥婆，八成是太子派的细作。明日大婚，我定让她成为全天下的笑柄。哎，你听说没？听说大将来了，是啊，他还真敢叫出来了。新娘子，快看，是吗？下来了，新娘子出来了！下来了，快看这新娘子，怎么这么胖啊？哎呦，是啊，这不敢嫁呀？人家愿意就是啊，都胖成这样了还敢嫁呀？他可真走个两步道，快看，这就是新娘子，这么胖啊！王妃，王爷今日身体不适，拜堂有此机代劳。居然和公鸡拜堂，三皇子也太不给宋家面子了。这娶了一个肥婆，这京城第一纨绔岂能甘心啊？三皇子今晚估计回不来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竟然堂，跟一只鸡拜堂。夫妻对拜。王妃，这可是王爷最喜欢的西域斗技。这把鸡炖了，等我回来喝汤。这把鸡炖了。哎呦！三殿下，今儿你大婚不拜堂，跑出来喝酒摔跤，不合适吧？说错了，今天不是我大婚，是鸡大婚。宋昭现在估计正在跟鸡拜堂。咕咕咕咕咕。您那王妃可不是等闲之辈，要是生气了，您不得被砍成哨子？本王是吓大的吗？况且这里是皇家别院，重兵把守，这宋昭能进来，本王算他厉害。来喝酒，还得是三殿下。今儿过去，那宋昭必然是全天下的笑柄了。站住！你做什么的？这里是皇家别院，擅闯者杀！敢拦我！打的什么东西啊！你们这不叫打架，叫王八伸腿。你们俩，还有你，过来和本王打一架，让本王见识一下边军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。属下不敢冒犯三皇子。少废话，快点儿！嘿。好好，三皇子以一敌三，果然神勇。哎呦！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府，否则你懂的。回什么回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本王不要面子的。好，你要面子我给你，说吧，怎样才肯乖乖跟我回去？你不是将门之女吗？耳濡目染，肯定略懂些拳脚。你想比武？我们三皇子最擅长摔跤，摔遍京城无敌手。敢比吗？你要是输了，自己滚回王府，以后休得管我。可以，我若是赢了呢？随你处置。好，就比摔跤。王爷的腰好软啊，就是有点细。王爷还喜欢欲拒还迎。放肆！王爷，这跤摔得均。你使这些下作手段，算什么比试？哦，那王爷说说看，什么才叫正经的比试？
不准碰不该碰的地方，堂堂正正比一场。好。王爷，还是回去吧，大喜的日子。那又怎样？你还没说赌注。现在说也来得及。你想怎样？我赢了，今晚你废了。我的鸡呢？来人，把炖好的鸡汤端上来。你把我价值千金的西域斗鸡给炖了，正好给你补补，一会儿还要办正事呢。你不会在里边下药吧？上你还用下药？此女身手诡异，心机深沉，定是萧宁派来刺探监视我的。我不能因小失大，毁了多年筹谋，暂且忍耐吧。你干嘛？你这小身板太弱了，怎么拿下太子之位？从今天开始，给我练起来，好身体才是夺嫡的本钱。夺嫡？你想当太子妃？不然呢？我还要当皇后呢。萧承景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让我练，自己胖成那样不练。你！这下没法待了，现在就走。确实有点本事，昨夜之事，难道我误会他了？他不是萧宁派来的细作。主子，查到了。说，宋昭确是宋万年原配嫡女，其母被妾室陈氏所害，她幼时被下毒变傻，后又被卖到西周，不知经历了什么，逃回来的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皇祖父此举是想让我们互相取暖，互相扶持。或许正好可以利用这点，让太子他们更放松警惕。爱妃练完了，先用早膳吧，一会儿还要进宫给皇后请安。差点忘了，今天还有早朝，时间来得及。哼。这位就是威震西周的宋将军。果然英雄出少年，本宫一直想与将军把酒言欢。太子殿下过誉，末将职责所在。哟，太子哥，这位是？是谁跟你这个纨绔有何关系？不在府里陪你的胖王妃，跑来朝堂凑什么热闹？不识逗呢。宋昭，
宋昭。三弟，你还真是越发荒唐。平日里调戏歌姬也就罢了，如今竟敢调戏西周大将军。大将军威武雄壮，岂是你府里那位肥胖心腹可比的？太上皇驾到！承前，不得对大将军无礼。大将军恕罪，都怪本王平日里给美人买首饰看花了眼，莫怪。定是昨夜没睡好，竟将威名赫赫的战神与他联系到一起，真是荒唐。原谅我了。你呀，款式虽像，但宋昭这枚更精致光亮，而大将军那枚布满划痕，明显是战场信物，果然受想多了。王爷，这是为何呀？爱妃久等了，我们先去给皇后请安，然后本王带你吃酒听曲儿。爱妃，你先行用膳，本王约了人去西山赛马。晚些呢，我会……急什么？今日的功课还没做呢。本王这么金贵的身子，你让本王玩这个？明日回门，王爷是想精神抖擞的与我同去，还是被我扛着去？练就练。毒妇，悍妇，等本王神功大成，定要你好康！好像还是打不过。主子，练着呢。我热身呢。今日我们的人在宫外救下一名女子，曾是太子府侍女，因怀有身孕，被太子秘密处理。好生照看着，那些女子可都是未来的太子妃。是，属下这就去给太子妃们送温暖。等等，去给本王掏2个肘子，我快饿死了。岂有此理！那日他出嫁，竟把为妇当贼一样锁在偏院，简直是奇耻大辱啊！我这张老脸都丢尽了。父亲息怒，今日他回门，三皇子定然不会与他同回。女儿可是听说了，他连拜堂都是跟公鸡拜的，说明三皇子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指不定现在正在哪个烟花柳巷喝酒呢。今日父亲大可用不敬尊长为由，好好教训他一顿。说得对，今日我定要让他知道，这将军府到底是谁做主。来人，去请家法。成婚3日，这悍妇就练了我3日，本王这身骨头都快散架了，今日还想让本王陪她回门？做梦！云梦阁的姑娘们，本王来了。王爷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本王还能去哪儿啊？当然是要陪爱妃回门啊。那走吧，夫君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塑料夫妻吗？姐夫，你可算来了，许久未见，姐夫真是越发风流倜傥了呢。姐夫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姐她呀，性子冷，在家也不爱说话。若是日后有伺候不周的地方，
你可千万多多包涵呀。若是我姐姐让你心里不痛快了，也可以来找妹妹说说话，排解排解。看来陈姨娘没教过你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。王爷，您刚刚似乎很享受。爱妃这是哪里话？本王只有待在你身边，才会有安全感。恕此放肆！不知道本王是将军府嫡女宋昭的人吗？岂是尔等阿猫阿狗也能够触碰的？果然是个废物，居然屈服在一个丑陋为妇的淫威之下。愣着干嘛呢？见到王爷王妃不知道下跪啊？你把皇家的颜面置于何地？见过王爷王妃，一个就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等我当上了太子妃，第一个就拿你们这对狗男女开刀。你们还不去把宋将军请出来跪迎？老臣恭迎王爷王妃，小女无知，方才冲撞了王爷王妃，还望王爷王妃莫要怪罪，请王爷王妃入内奉茶。父亲果然秉公无私，知道妹妹犯了错，连家法都提前准备好了。不是的，是妹妹方才言行无状，冲撞了王爷，看来是陈姨娘平时疏于管教，无妨。我既身为长姐，今日便代劳了。你敢？皇后娘娘已经请太上皇指婚，我很快就是太子妃了，你怎敢动我？爱妃手法专业，力道精准，佩服佩服。住手！宋昭，她可是你妹妹。让开！反了反了！我可是你母亲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打我？你一个妾室抬上来的田房，也配在我面前自称母亲？陈姨娘教女无方，我今日连你一起打！你想干什么？王妃打得好，岳父大人真是生了一个能文能武的好女儿。你就说我这王妃去的值不值吧？宋昭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不孝女！将军，将军，你快救救我！别打了呀！别打了！王爷开恩啊，你劝劝王妃吧。岳父大人何出此言啊？王妃持家有道，那本王甚是欣慰啊！这不是……快点！王妃加油！本王在精神上支持你。加油！父亲可要监督好了，他们二人就在此处对着我母亲的牌位跪满12个时辰，少一刻就拆了这祠堂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王妃。我母亲的牌位为何不在祠堂内？堂堂正气，死后竟连祠堂都进不得，他是不是也像本王一样，连母亲的一点哀荣都守不住？竟有此事！宋将军，你这怕是有宠妾灭妻之嫌啊！还不快去把夫人的牌位请回正位去啊！去啊！王管家，老奴终于等到小姐回来祭拜老夫人了。这腿是怎么回事？她那是之前不小心摔的。
王管家是我母亲带来的，今日他便跟我走。从今日起，他不再是将军府的奴仆。好。圣旨到，圣旨到，一定是给我赐婚的圣旨到了。宋昭，你给我等着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大将军宋万年之女宋微微天资慧敏，柔婉淑德，特赐婚于太子为正妃。择日完婚，钦此。宋昭，我现在是太子妃了，今日你如此羞辱我，他日我必让你百倍奉还。你给我等着！把太子妃之位坐稳了，才是真本事。父亲，今日我来是为了我母亲留下那12间旺铺，还请父亲把铺子的地契还给我。你敢？那些是我的嫁妆。你和你娘趴在我母亲的尸骨上吸血10几年，还真把东西当成自己的了。女儿，这12间铺子这些年盈利可观，用来给你做嫁妆绰绰有余。哎我记得我母亲还留下一本医书孤本，现在在何处？这什么医书？你母亲的遗物不都随葬了吗？其余的都被火烧了，哪有什么医书？那本医书里秘方价值连城，如今太上皇的龙体健安，这书就是我之后在皇宫里站稳脚跟的最大筹码，绝不能给他。哦，既如此，那我就奉劝各位，千万别给自己惹什么麻烦。我们走。爱妃，你听我讲，不是，听我解释。今天是那个宋微微主动贴上来的，你看到了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死渣男！既然你不懂得什么叫洁身自好，那我就好好教教你。你放肆！本王，本王什么？本王知错了。不许哭！这女魔头揍人虽狠，但这训练法子还真有效果。本王这身子骨确实结实了不少。王爷，您该沐浴更衣了。今日太子大婚，等会儿还要去参加婚宴呢。太子大婚，这戏可不能错过。主子，出事了！汇通当铺被人给端了。汇通当铺是尹阁最重要的一个商铺，立刻转移。没法转移了呀，那当铺、布庄、首饰店全都被那位新掌柜给端了。岂有此理！难不成是太子的人？要是太子的人，那当铺下面埋的东西可就惨了。尹阁是本王5年的心血，有遍布各地的耳目和精锐，绝不能让太子发现。备车，
本王倒要会会这个新掌柜是何方神圣。是。过去7年，宋二小姐在布庄赊欠衣料58000两，玲珑阁支取珠宝首饰66000两，宁香斋拿胭脂水粉48000两。新东家是王妃，有点意思。您当初看这几家铺子覆盖最广，却控制薄弱，这才选中作为影阁据点。那您这些年岂不是一直在给王妃打工？罚你1个月俸禄，滚！死嘴！宁香斋拿胭脂水粉48000两，合计376800两。这些都是他一个人欠的。父亲是要结现，还是拿将军府的地契来抵押？昭儿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算得如此清楚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让人笑话咱宋家人斤斤计较啊？哟，好生热闹呀！姐夫，姐姐她是要逼死我呀！哎，别动！本王可是有妇之夫。岳父，我真是不想说你。你说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更何况二妹妹马上就是太子妃了。这要是让人知道她娘家欠了嫡姐的钱不还，这让太子的脸往哪儿搁呀？行，3日之内，我定如数奉还。3日？啊！父亲，你当我是3岁孩童，会相信你的空口许诺吗？这样吧，我知道你拿不出这笔钱，父女一场，我也不好将你逼上绝路。你要干什么？这些是我的嫁妆。二妹妹，这就是你不懂事了。姐姐在帮你清算债务，轻装上阵，这是为你好呀。来人，清点一下，全部给我搬回王府。住手！给我住手！宋昭，你敢动我嫁妆，我杀了你！今日是大喜之日，怎么是嫌喜服不够红？微微，还是成亲要紧，别误了时辰啊！爱妃，我们也启程吧。今日太子哥大婚，我给他备了一份厚礼。务必要查清楚。是。这堂堂太子妃叫1台嫁妆，恐怕是咱们大业朝开国以来头一份。听说还是嫡姐铺子里的营收，转头就被人家当场抬走抵债了。宋万年这个废物，连这点嫁妆都凑不齐，让本宫颜面尽失。母妃，请用茶。恭贺太子殿下与二妹妹新婚之喜。妹妹，你我姐妹情深意重，姐姐我特意为你寻了一尊送子观音，希望妹妹能为皇家早日开枝散叶。谢谢姐姐。怎么宋微微
这尊送子观音做成了我母亲的模样，我要你谁知道在她佛像前忏悔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毒死你！大胆！宋昭，你下了什么巫蛊之术，让太子妃害怕成这般模样？太子哥误会了，这分明是一份上好的送子观音。来，诸位说说，这观音是不是长得慈眉善目的？我看保不准，这送子观音今晚就显灵了。没用的东西，还不赶快站起来！妹妹，你和你娘加诸在我母亲身上的，我要全部都讨回来。还望妹妹早日为太子殿下诞下子嗣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您不能不要妾身和孩子呀！太子殿下，我是您身边的侍女红儿呀。那是您在书房出笔墨无趣，非要拿了我的肚兜当画布，画了一幅春宫图，这也太不知羞耻了。殿下，你还记得去年夏天换衣局晾衣架后，你说奴婢洗的衣服特别香，我闻着味就把奴婢你可不能不要我们母子了呀！就是啊，真看不出来。殿下，我是御膳房的莲心呢，您忘了？您非让我照着您屁股上的梅花胎记做点心。这是哪里来的泼妇？污蔑！这是污蔑！太子殿下，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怎能如此负我？本宫是堂堂太子，睡几个女人怎么了？住口！来人，把这几个胡言乱语的贱婢给我！哎，这可不是胡言乱语啊，这是送子观音显灵啊！人家姑娘连皇兄屁股后面的痣都说出来了，现在抵赖，太小看不起了吧？滚开！哪里轮得到你这个纨绔说三道四？母后，快些把这些疯妇给处死啊！来吧，请太医吧，皇后娘娘欢喜过度了。太子殿下，王爷的话虽然跳脱了些，但是话糙理不糙。太上皇最重皇嗣，相信一定会亲自过问此事。够了，将这几个女子携收入府中，择日纳为妾室。今日之事，若有人敢外传，外传什么呀？送子观音显灵是全京城的大喜事。你，莫非那些女子是他安排的？今日太子哥大婚，我给他备了一份厚礼。可他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，能往太子身边塞人？是不是突然发现为父英俊潇洒、智勇双全，深深的爱上本王了？挺软。月黑风高，王爷这是在投怀送抱吗？本王这是被调戏了！你放肆！本王……宋昭，你放肆！你放我下来！还有，你说说看。
吗？唉。爱妃，不用吧？我，扎马步，1个时辰。我也走啊！我就是娶了个王妃，还是娶了个教头啊！最近边关无战事，正是闭关修炼的好时机。该和这身肥肉说拜拜了。王妃，热水备好了，可要帮您梳洗。不必，你去告诉王爷，我有事出去，宫宴之前自会回来。你让他好自为之。王爷，该起。王爷，你这是被哪个妖精吸了阳气啊？奴妇，这女人要谋害君夫。王爷，王妃说她最近有事，要出府一趟，下个月宫宴前回来，让您好自为之。此话当真？过年了，本王终于过年了！快更夜，把本王的骚包紫衣冠给我拿来，本王要喝上个3天3夜，再去赛马斗蛐蛐儿！哈哈哈！呜呼呜呼耶！王爷，王妃有令，在她闭关期间，请您在家专心练功。这是王妃为您定制的课程表，让属下监督您。你们到底是谁的人啊？本王可是给你们发俸禄的。王爷，属下是王府的人。那让开啊！但是王妃说，王府是她的。那本王呢？本王算什么？王妃又说，您是王府的资产。298、299、300。说，小姐，当铺、首饰铺和布庄这3家账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仔细核查，发现有大量资金流入流出，来源去向却极其隐蔽。发现有人把大量资金在我们的账面上走了一遍。这是有人在洗钱。而且我们顺藤摸瓜，发现这些操作都指向一个被称作尹阁的地下组织。尹阁，传闻中这个组织手眼通天，无所不能。若是能为我所用，大小姐，尹阁阁主十分神秘，势力深不可测，不知是敌是友。是敌是友，探一探不就知道了。我要让这位尹阁阁主亲自来找我。好。管住嘴，迈开腿，王妃带你受成鬼！啊！
王妃，这是皇后娘娘送来的礼服，让您明日务必穿着礼服赴宴。下去吧。宋昭，今日我定要一雪前耻！太上皇到！免礼。太子近日一切可好啊？子嗣繁多虽是好事，但也要注意修身养德，不要整日沉迷于女色，闹出笑话，让人贻笑大方。父皇息怒，是臣妾管教不严。太子，他只是一时糊涂。哎呀，皇兄可不是一时糊涂，从御膳房到浣衣局，再到书房，皇兄这分明就是广泛性、持续性的糊涂啊！你怎么是一个人呢？皇祖父给我取了一个母夜叉回来，我哪敢过问他的行踪？你连自己的媳妇儿去哪儿都不知道！哎呀，这一个个的成何体统！三弟，听闻庆王妃性格洒脱，只是这宫宴都要迟到，未免也太不把皇家礼数放在眼里了。皇祖父息怒，想必我姐姐是嫌自己的容貌和身材太过丑陋，怕冲撞了圣驾，所以才迟迟不肯出现。庆王妃到！丑陋肥妇终于来了。哇，这就是庆王妃！不是说将军府只有2小姐才貌双全吗？这长相和气质，比太子妃还要耀眼，堪称是绝色佳人也不过如此。庆王真有福气，不可能，他怎么这么瘦，还这么好看？孙媳宋昭，参见皇祖父、皇后娘娘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你是庆王妃？是的，皇祖父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冒充的。我姐姐肥胖如猪，丑陋不堪，不可能是你这个样子。你到底是谁？宋将军，你快去看看是不是你的女儿。这五官的确有些神似，但他绝不可能在1个月内瘦成这样啊！臣不敢认呐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在太上皇面前假冒庆王妃！我现在就将你拿下，送去大理寺。你到底是谁？妹妹，我胖的时候你骂我是死肥猪，现在我瘦了，你又说我是假货，怎么，地球都围着你转啊？你真的是宋昭？你是怎么瘦下来的？瘦身秘诀很简单，每天揍你一顿。果真是个狠人呢。庆王妃，你1个月瘦了这么多，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来，快快上座。皇祖父，科学减肥，不苦。啊，对了，听王爷说您近日脾胃虚弱，所以今日孙媳特地给您亲自做了冰糖燕窝羹，只是耽误些时辰，还望皇祖父莫怪。好孩子，还是你有心了，皇祖父怎么会怪罪你呢？快给朕盛上来，朕要好好尝尝我这孙媳给我做的燕窝羹。哼，忌讳送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皇祖父，
孙媳听闻您素来雅爱书法，特地寻来了这一秦朝古物《兰亭集序》，望皇祖父笑纳。哎呀，你有心了，此物难得。哎呀，清甜可口。庆王妃，日后若是有时间，要常进宫里做给皇爷爷吃啊。是，皇祖父。死老头，一碗破燕窝羹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皇祖父，护驾！宣太医，大胆！你竟敢在汤羹里下毒！皇兄，现在真相还没查清楚，皇兄就动刀动枪的，要是耽误了救治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太上皇是旧疾复发，让我把脉。殿下，还是让妾身来吧，妾身略通医术。是西域蛊毒曼陀罗。不过殿下莫要着急，妾身有办法能让皇祖父苏醒。醒了，多亏了微微。来人，将庆王夫妇给我拿下！慢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皇祖父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方才您突然晕倒，就是庆王妃在您的汤碗里下了毒，她想要毒死您啊！我说太子妃，平时少看一些降智话本，有谁会蠢到往自己做的饭里下毒？你好了，这汤羹里有没有毒，请太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回太上皇，汤羹里的确有毒。庆王妃，你可有何话要说？禀皇祖父，这毒下的实在是拙劣。太医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曼陀罗有一种特性，遇热则酸，遇冷则苦。皇祖父，您方才食用的汤是热的汤，请问皇祖父可有尝出酸味？没有，都是甜味。那么真相只有一个，有人在您昏厥后，在您的汤羹里下毒，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。方才混乱之时，只有太子妃靠近御案，所以只有你才能办到。我没有，你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？不然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指甲。是你！我刚才看到你鬼鬼祟祟的接那碗汤，说是不是你做的？你要是敢说一个不字，我让你全家去给你陪葬！是奴婢知错了，求太子妃饶了奴婢。贱婢，来人，拖下去杖毙！皇后的破案速度比大理寺高多了。庆王妃，你受委屈了。至于太子妃，你刚才一口咬定是你姐姐下的毒，是何居心呢？皇祖父，刚才您昏迷不醒，是微微用针灸之法将您救醒，微微与您有救命之恩呐。哦，太子妃既然懂医术，那为何连朕中毒都看不出来啊？这……皇祖父明鉴，孙喜所学浅薄，全凭1月前偶然所得的一本医书《青囊秘录》。孙喜愿将此书献给皇祖父，也好福泽万民。便宜这老东西了，这本书记载了多少秘方？不过只要能重获他的信任，
日后总有办法。这本书是我母亲的遗物，2个月前回门之际，妹妹不是说弄丢了吗？怎么现在倒成你的了？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那书分明是我1月前在一位游方商人手中重金买来的。只要爹娘在我身边，他就百口无言。回太上皇，此书的确是我二女儿微微的。宋昭，我知道你思念母亲，但你也不能污蔑你妹妹啊！难道你非要把她的功劳和孝心都抢走才甘心吗？靖王妃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皇祖父，看好他，别让他碍事。好嘞，爱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反了！嘘，皇祖父，您感觉如何？真觉得自己壮得像一头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皇祖父，您刚才晕倒是因为旧疾复发。某些人拿着我娘的医书，字儿认不全，图片也看不明白，就敢学人家扎针，这哪里是救人，分明是给您下催命符呢。你胡说，那书分明是我的。青囊秘录第10页明确标注，此回阳针法专治壮年急症，老弱病残用了，直接准备后事。还真有批注。太子妃啊，不是本王说你偷书就算了，那偷完倒是看呀。杀人的针法也敢往皇祖父身上招呼，他根本什么都不懂。太子妃，你刚才还说这书是你1月前得到，而你的姐姐2个月前就已经出嫁了，她为什么比你还清楚这书中的内容啊？你还不老实交代？我不知道，定是姐姐她偷偷潜入将军府。你还狡辩！你偷你嫡姐母亲遗物，险些把朕害死，还想贸然领功，如今你还想陷害你的姐姐！来人，将宋微微褫夺封号，打入天牢！太上皇饶命，不关我的事，是他让我这么做的，是他把那个书给我，说能讨你欢心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微微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？是你，都是你叫我这么做的，是你让我这么做，都是你害的。我今天打死你这个黑了心肝的小贱人！反了，我是太子妃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打死你这个不孝的！打死你这个不孝的！嘿，毒妇！太上皇，臣有罪，臣治家不严，竟让这毒妇窃取妇人遗物，教唆女儿，险些害了您，臣难辞其咎。我将军府容不得你这等毒妇，今日我便休了你。哼，微微是太子妃，绝不能折在这里。来人，将陈氏打入天牢，交由刑部处置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是我姐姐，你不能不管我，你救救我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！蠢货，一家子蠢货！哼！陈宁素，你还记得我娘是怎么死的吗？是你在她的汤药中加入石骨散，害得她日日浑身剧痛，如万蚁啃食。3个月，整整3个月，她亲眼看着自己的血肉一点点烂掉，到她死，连
一句全尸都没有。哎呀！那是他活该！我女儿会成为皇后，我女儿她一定帮我报仇！陈宁素，我会让你日日记得这断骨之痛。这还只是开始，接下来，宋万年、宋微微，我要让你们一家3口给我母亲的灵位磕头认罪。过来，伺候我。伺候你？怎么伺候？当然是伺候我更衣洗漱啊！哼，拿我当通房丫鬟使唤呢？本王不干。弱者没有资格说不。快点儿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比你弱呢？这样吧，我们2个掰手腕，你要是赢了，本王心甘情愿伺候你，敢比吗？他现在细胳膊细腿的，肯定比不过我。这段时间本王每天练功，一定能赢他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瘦下来还是个悍妇。瘦下来就是好啊，连空气都清新了。宋昭，你给我等着，本王一定要一雪前耻。王爷，我要出去一趟，你好好练，我等着你一雪前耻。殿下，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本宫？废物！你们全家都是废物！这次宫宴，我的脸被你们丢尽了。殿下息怒。都是因为娶了你这个扫把星，本宫才会落得如此狼狈。都是因为你们一家子拖累了本宫。殿下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那日宫宴上，你看宋昭看的眼睛都直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她变漂亮，后悔娶了我？你还敢提她？信不信我掐死你？殿下，你要是掐死我，你别忘了我父亲还有1半的兵权。你要是掐死我，看我父亲还愿不愿意支持你。这次宋昭出尽风头，老东西定会对萧承景青睐有加。
再这么下去，怕不是要动了易主的心思。殿下，您之前念他只是一介纨绔，才暂且放他一命。如今他威胁了您的地位，那就……若是庆王没了，您的太子之位自然稳如泰山。这女教头不在府里的日子真是阳光明媚啊，酒都香醇了不少。就是这一天没挨揍，皮痒了，本王该不会被打傻了吧？主子，您让我找的人有着落了，这是他在城西的住址。主子，你找一个养疯的老头干什么？传闻西周大将军在战场上善用毒蜂牵制敌人，而京城正好有一位御风高人。本王猜测，他此次回乡肯定会去拜访他。主子是想守株待兔？守株待兔太刻意了。本王若是亲自学一学这御风之术，岂不是有一个绝佳的机会接近大将军？哦，投其所好，主子这招高啊！但是大将军行事神秘，回京这么久一直没机会拜访他。备车，今天碰碰运气。是。主子，有埋伏，小心！找人呢？瓜在里面呢，人在这儿。哟，太子府的钱袋，这太子买凶杀人的预算也太寒碜了，要不跟我吧？动我的人，问过我的剑了吗？爱妃千里救夫，为夫甚是感动啊！别废话，你不在府里练功，跑出来做什么？算了，待会儿找你算账。你没事吧？宋州，你疯了吗？你为什么要保护我？你别自作多情，我只是不想让太上皇他老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罢了。主子，打不过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爱妃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身负重伤，杀不动了。啊！唉，罢了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唉，只求下辈子投胎，换个省心的主子。爱妃，这下我们算是同生共死了吧？要死你一个人死，别拉我一起。什么味道？什么声音？是蜜蜂，这么多蜜蜂！操控毒蜂，本王的爱妃竟是西周大将军。不好，是毒蜂！快撤！快跑！还以为今天要光荣下岗呢，没想到让风兄给救了。哎，这蜜蜂
难道是西周？是他，西周大将军宋昭，本王的媳妇儿。刀上有毒，必须马上把毒吸出来。剑寒回府。这些恐怕都是上阵杀敌留下的吧。一群蠢货，连一个纨绔废物都拿不下，本宫养你们有何用？殿下，属下无能，那群毒蜂见人就蛰，还专遮脸，一定是那庆王搞的鬼。殿下放心，殿下放心啊！等属下风毒退了，就去取了那庆王的狗命。你个猪头！此番行动早已打草惊蛇，再去不就是等着送死？都给我滚！好好治治你们的猪头病！属下告退。属下告退。快点！殿下，我那姐姐3年未见，确实多了些本事。有她在，想要对付那庆王爷得多费力气，倒不如先对老东西下手。说来听听。爱妃，该喝药了。不喝，伤口已经愈合的差不多了。不行，表面愈合不代表里面也好了。你也不想以后揍我的时候突然手软吧？拿开，苦。早给你准备好了。主子，王妃有新动向，布庄放出消息，要找一位有实力、背景深厚的合伙人，全权接管布庄运营。主子，布庄是影阁的重要据点，这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。看来本王这爱妃已经打探到我们头上了，这分明是在钓大鱼，想看看池水深浅，背后还有哪些大鱼。既然爱妃下了请帖，本王岂有不去之理？阁下的方案我看过了，能力我很欣赏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东家请讲。这声音，我知道你的背后是影阁，我还知道布庄、当铺以及首饰铺这3家店都是你们的关键据点。我可以把经营权交给你们，当然可以为你们提供绝佳庇护。我只要2样东西。东家果然好眼力，哪2样？第一，我要影阁情报的优先知情权。第二，为确认诚意，我要见你们阁主。见过我真容的人只有2种，死人和我的夫人。东家如此貌美如花，不如做我夫人。原来你就是阁主。这身手如此之快，难道我猜错了？东家如此急切，是想投怀送抱。听说你那位夫君是个纨绔废物，不如跟了我吧。合作的事情我答应了，不过想看我的真容，你得先亲我一口，叫我一声好哥。哎，开个玩笑而已，王妃何必当真？伤口刚好，这女人真是不要命了。我需要你们影阁为我做一件事情。西周大将军到！这才1月未见，大将军竟变得如此清瘦。是啊，大将军可是我大叶朝的顶梁柱，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。这血型怎么会和瘦下来的庆王妃如此相似？难道宋昭就是大将军？大将军，本宫看你这身形，与今日庆王妃颇为相似。
真是巧啊！庆王妃近日消瘦，大将军也清瘦了不少。皇兄好眼力啊！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像呢。敢问太子殿下，这是何意啊？本宫怀疑你身份有假，摘下面具，以真面目示人。皇兄怎么老惦记看别的男人的脸？莫非是太子府的美人看腻了？住口！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就是心中有鬼。本宫命你立刻摘下面具。末将1月前，奉太上皇密旨，前往北境肃清前朝余孽。1月来风餐露宿，瘦了100斤有余。不知庆王妃是不是也去了北境？怎么可能？尹阁的易容高手，真是越来越出神入化了。太子殿下，看够了吗？放肆！太子，大将军为国征战，国之栋梁，你竟敢对他如此不敬，成何体统？禀太上皇，末将自知容貌丑陋，故而常年以面具示人，不曾想今日竟引得太子殿下如此猜忌。太子，还不赶快给大将军道歉！是本宫唐突了，请大将军恕罪。今日让本宫受如此大辱，来日继承大统，必要你百倍奉还。主子，您这脸又是王妃干的？这王妃下手可真狠，3天2头就把您揍得鼻青脸肿。哎，主子，这是上好的煎疮药。不准你说我家爱妃的坏话，大事情骂是爱，你懂个屁！别笑了，说正事儿。啊，主子，近日我们的人在观星台发现了一种具有催情效果的香料，还发现了这个。哼，皇后的东西，皇后娘娘我的花呀，连催情香都用上了。观星台是国师的地盘，设有隔绝窥探的阵法，真是偷情密会的好地方。继续查。他最近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？无事献殷勤，说吧，又干什么亏心事儿了？爱妃此言差矣，为夫伺候自己媳妇儿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别说端茶倒水，为夫这条命都是你的。正常点儿。不好了，王爷王妃，宫里传来急讯，太上皇突发恶疾，情况危急，听说还会过人，如今太医们都束手无策了。立刻进宫。太子有令，太上皇病重，为太上皇的安全，除太医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王爷王妃，请回吧。太子真关心，那他呢？太子殿下偶感风寒，在府中静养，以免过了病气，给太上皇加重病情。病得可真是时候，都给本王让开！快去禀报太子殿下！微微，多亏你去宫外弄来那感染了腹肺痨的杯子，才让那老家伙染病。能为殿下分忧，是妾身的福分。那腹肺痨一旦感染，不出半月便会肺叶朽烂而死。
妾身在此提前恭喜殿下，不日即将继承大统。报！太子殿下，刚刚派去太上皇寝殿的2名侍卫来报，那庆王夫妇强行闯入太上皇寝殿。闯得好，闯得妙！既然他们一个个赶着去尽孝，那就让他们一家子死得整整齐齐的，省得我一个个去对付他们。太上皇发烧这么严重，太医都死哪儿去了？太上皇病重，你们就是这么诊治的？王爷息怒，臣一连几日未眠，实在是……还不快去诊治！臣已经用了最好的药，太上皇得的是肺痨，老臣实在是回天乏术啊！王爷，你要早做准备啊！不是不治之症，我有办法。啊！哎呀，王妃不可，此乃绝症，无药可医。您这是胡乱用药！爱妃，需要本王做什么？开窗通风，备冰水和毛巾，用沸水消毒所有用具。去太医院抓这些药。好。我来吧，你去休息。他并非真的纨绔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藏得这么深？丑时热烧退，汗出咳3次。寅时处未服第2剂药，见安稳，额温浅。卯时3刻热退大半，呼吸绵长，入睡安稳。皇祖父，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朕觉得好多了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昨晚朕似乎听见了程瑾的声音。皇祖父，王爷昨夜照顾了您一整夜，天刚亮他才离开，这是他留下的。多亏了你的细心调教，才让朕这个不成器的孙子有了今日的担当。对了，太子呢？可有来过？太子称病，未曾来过。皇祖父，昨夜太子在您寝殿外安插了人手，若不是我和王爷强闯进来，恐怕是越来越胆大包天了。扶朕起来，朕倒要看看这太子是不是翅膀硬了。诸位，太上皇病重，国不可一日无主。为了江山社稷，
一些大事儿也该早做准备。太子殿下所言极是，储君乃国之根本。如今太上皇病危，还请太子殿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暂代朝政，待太上皇康复再行交换，也是孝道。既然诸位大臣都太上皇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皇祖父，您康复了，真是万民之福。只是您圣体未愈，该多加休息才是啊。朕若不前来，又怎能看见朕的好孙儿已将朕的龙椅安排得明明白白了？皇祖父，孙儿只是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。太子言行失德，即日起每日晨昏去太庙罚跪1个时辰，没朕的旨意，不得间断。孙儿领旨。启禀太上皇，江北2州已干旱3月有余，泾河干枯，老百姓已经开始啃食树皮为生，灾情刻不容缓呐。众爱卿，可有什么管用的法子吗？禀太上皇，末将以为应该立即开放粮仓，设立粥棚，其次征调经营将士，修建水利，同时严查囤粮抬价者，凡是抬粮价发国难财者，立斩不赦。动用军队挖井，简直荒唐！启禀太上皇，官仓存粮乃为备战，岂能轻动？各地粮仓就有存粮，让地方官员放粮10周，就能解决。宋将军说的对，动官粮，伤国本，修水利也是远水难救近火。儿臣觉得大将军说的对，救人如救火。难道要等灾民变成饿死鬼，飘到金銮殿喊冤吗？王爷，都别吵了。太子，朕今日就给你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你协同宋将军前往林州赈灾，若处置得当，太子免贵。西州大将军，你前往河州赈灾，庆王全力协助。若再游手好闲，朕连你一起罚。儿臣遵旨，儿臣定以大将军马首是瞻。10日为限，以观成效。好了，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子殿下，请看，井然有序，按组织办事，错不了。难道宋将军只看得到眼前这点安稳吗？那老东西说是给本宫戴罪立功的机会，却把萧承景派去协助西州大将军，这分明是在抬举他。若河州也被治理得当，老东西更有理由易处了。殿下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何不给他们制造点麻烦，也好一举办到这位神秘莫测的西州大将军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小东西，这算你欠本王的，长大以后得请本王吃好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娘的，本王还没喝上的粥，你还想下毒？你不要命了，刀都敢抓！
大将军的脸虽然长得别致了些，但要是刮花，本王还是会心疼的。长点记性，我不需要你来救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哎呦，嘴还挺硬啊！跟他废什么话？我知道，是宋将军，是他让我往你们粥里下药的。宋万年，我还没来得及找你呢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。既然你要死得快一点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带下去，关起来。有水了！有水了！大将军，大将军恩德，谢王爷恩德，救了我们全村人的命啊！王爷，爪子不想要了，末将可以帮你剁了。本王这是情不自禁，你看百姓都爱戴我们，谢王爷，咱俩是天作之合呀！啊，不，粗俗！谢将军恩德，起来！谢谢王爷。看来太上皇的眼光没错。请起！他本性善良，快心系百姓。如果当上皇上，也许会是一代明君。还我孙儿回来吧！怎么会这样？前几日不还很好的吗？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回殿下将军，存粮4天前就吃光了，天一直不下雨，没水没粮，实在撑不住啊！狗官，就是他害得我们没有活路！打死这个狗官！牛粪！你们这群刁民，本宫跟你们拼了！谁敢打本宫屁股？太子，我要这个！杀人了！殿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此人袭击朝内重臣，死有余辜。本宫知道你们受苦了，明日重新开设粥棚，放粮赈灾。但是今日之事，若是谁传出去被上面的人知道，耽误了赈灾粮饷，就永远别想喝上明天的粥。给我散开！殿下，咱们哪儿还有粮食开粥棚啊？你不是还有一批南疆军吗？先从军队的粮饷里挪出来一批应急。啊，这……放心，这件事没人会知道。有本宫在，岳父大人有什么好怕的？本宫自然会护你周全。把这个处理干净，就说是处理暴民。10日期限已到，河州灾情处置妥当，民心安定。西周大将军做得很好，朕即刻推举你的赈灾之法。你有什么需要赏赐的吗？末将为太上皇分忧，不敢求赏。只是末将在治理期间，曾抓捕一名在州中下毒的刺客，此人已招供，受雇人是宋将军。末将恳请陛下严查幕后主使。竟有此事！带人犯。
大将军，您这是何意？抬一个死人来污蔑本国吗？是他们灭口了。大将军，就算你治灾有功，也不能污蔑朝廷命官。还请太上皇为老臣主持公道。请太上皇主持公道。哎呦，这阴曹地府跟金銮殿似的。主子，刺客被太子的人灭口了。早就算到他们会有这一步。影阁的易容高手又不是吃素的，去找个跟他身形相当的人。至于刺客嘛，打包一下。明日朝会后，我要给皇兄送一份大礼。主子，就这么给他送过去了？您不怕暴露吗？不吓吓他，他怎么会自乱阵脚呢？太子殿下，宋将军，你们让属下去河州赈灾点下药，属下看灾民个个饿得骨瘦如柴的，属下不忍心啊！不可能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易容术是他做的，难道他是？太子殿下怎么知道他会死？难道殿下早就知道他会死，甚至就是杀害他的主谋？放肆！太子宋万年，你们治灾无方，引起民愤，还妄图残害百姓，诬陷西周大将军不成？为了掩盖真相，你们竟敢杀人灭口！来人，将太子和宋将军押下去，严加看管，等候发落。皇祖父，儿臣不是那个意思，儿臣是说，此人罪大恶极。太上皇息怒，仅凭片面之词定罪太子与朝廷重臣，实在是太过荒谬。此人身份真假，还需详查。是啊，皇祖父，定是有人陷害本宫。况且西周大将军之法虽成效显著，但动用军队掏空国家粮仓，实在是有伤国本。而宋将军治灾虽然保守，却也没酿成大祸。臣夜观天象，不出10日，必降甘霖，到时一切问题自然会解。请太上皇实行宋将军之策，方为稳妥。3、2、1，报！启禀太上皇，有林州匿名义士冒死相送，状告太子在灾区草菅人命，此乃政务。荒唐！就凭一把来路不明的刀，也想定本宫的罪？一定是有人陷害本宫，本宫根本没有杀过人。是吗？皇兄没杀人啊？可臣弟怎么听说林州衙门在你和宋将军视察的那天，突然发布了一封暴民处置令？宋将军签字画押的，可还记得吧？衙门的尸检记录清清楚楚地写着，灾民的死亡时辰和你们视察的时辰一模一样，怎么解释？太子，这验尸的笔录就在这包裹之中，你还敢狡辩？儿臣，儿臣想起来了，那日
确实是有报名，不过是宋将军杀了人。皇祖父，您看看，这把刀是将军府的，这就是证据。太子殿下，你……皇祖父，儿臣亲眼看到，灾民袭击宋将军，宋将军也是出于自保，才失手杀了人的。回禀太上皇，老臣当日也是怕灾民暴动伤了太子殿下凤体，这才失手杀了暴民，恳请太上皇恕罪啊！哦，到底是为了处置暴民，还是为了掩盖你草菅人命的借口？老臣冤枉啊！不知道西周大将军何故要针对老臣呢？启禀太上皇，末将今早收到一封南疆将士的血书举报信，请您过目。小姐，尹阁最新情报，宋万年挪用南疆军粮饷，填补赈灾缺口。我需要尹阁帮我伪造一封举报信。宋万年，疫情期间你敢挪用军饷？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太上皇！哼，这检举信都已经送到了朕的手里，你还狡辩？赈灾无方，引起民愤，还草菅人命。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，你竟然挪用军饷填补赈灾的缺口。来人，将他给我革职查办，押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不，是太子干的！太上皇明鉴，是太子杀的人，是太子指使我挪用军饷。放肆！明明是你亲口承认杀了人，如今事情败露，竟敢构陷太子殿下，啊！还不快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老臣冤枉啊！老臣冤枉啊！你这逆贼，你竟敢污蔑本宫！太子，你敢在朕的面前杀人？皇祖父，此等构陷储君、祸乱朝纲的逆贼，死不足惜。儿臣一时激愤，为民除害，还请皇祖父明鉴。太子行为失德，御前杀人，太子府禁足1个月，静思己过。国师，你平日盲目维护，不辨是非，更是煽动朝臣结党营私，罚俸禄3年。臣领罪。西周大将军此次赈灾有功，揭发奸逆，朕将南疆30万大军交于你手中，望你戍守边疆，不负众望，另赏黄金1万两。末将领旨谢恩，必不负重托。靖王虽然此次从旁协助，但未曾添乱，朕很欣慰，所以朕想赏赐。儿臣什么都不要，儿臣只求皇祖父一件事。何事？求皇祖父让我的王妃揍我的时候稍微轻一点，最好打屁股，因为屁股上肉多，不疼。滚！朕赏你跌打损伤膏药10箱，你自己好好准备去吧。谢皇祖父隆恩。退朝。太子这招大义灭亲玩的可真妙啊！只是不知道这么多双见过太子杀人的眼睛，太子杀得完吗？禁足这1个月好好休息。太子府这么多美人，别累坏了身子。老不死的东西，竟然罚了你3年俸禄，
看本宫不整死他！急什么？等我们太子登基了，这国库都是我们的，到时候想金砖床都可以。可如今兵权都在西周大将军手上，万一他要支持萧承锦怎么办？所以老东西必须尽快病逝。哎，你给他下了这么久的药，按理说他早就该油尽灯枯了，怎么还能上朝啊？你是不是没把药量下足？怎么可能？我亲自盯着的，每天双倍的剂量。除非他根本就没有喝。难不成被他发现了？我给他下的药是西域千年蜈蚣王的精囊炼成，无色无味，入体即化。别说是太医了，就是大罗金仙来也查不出来，只有以为他是年老体弱，油尽灯枯。死相，才吃的药就这么急？你们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们还有闲心在这里颠鸾讨凤，不知天地是何物？好了，兵权落在西周大将军的手上，要是他倒向那个废物，我们全都完了。既然兵权在他手上，我们何不拉拢他，许以重力，也许他能为我们所用。本宫之前在朝会上得罪过他，怕是他早就已经记恨上我了。那本宫去试试吧。只要拉拢了西周大将军，他萧承锦区区一个纨绔，便不足为惧。那要是太上皇还不肯传位给我怎么办？那就直接杀了他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启禀殿下，这是庆王府送的，说是送您的大礼，说是一定要让您亲启。装神弄鬼！鬼啊！殿下，这好像是那名刺客，今天早上还活蹦乱跳的，但这尸体好像已经死了好久了。这绝不可能是朝会上那名刺客。今天朝会上的人到底是谁？那纨绔早就知道我要灭口，所以找了一个长相相似的人来混淆视听。该死的萧承锦！哎，太子这招大义灭亲玩的可真妙啊！只是不知道，这么多双见过太子杀人的眼睛，太子杀得完吗？不对，他一直在暗中盯着我，他到底还知道多少？他根本不是那个纨绔。谁？装神弄鬼的家伙！殿下，你为了自保，杀了我爹，为什么？你的老爹就是个废物，我差点被他连累到。你也是个废物。现在兵权落在了西周大将军的手上，我留着你也没有用了。啊！殿下，为什么？要你还想拥有荣华富贵，就乖乖当我的太子妃，否则的话，
我随时可以让更有用的人来当这个太子妃。我需要尹阁帮我伪造一封举报信。本座不收金子。那你要什么？不如送一个香吻如何？本座可是仰慕王妃许久了。阁主如此热衷于当姘头吗？当姘头有什么不好？王妃好狠的心。爱妃今晚可要与本王共浴？你干嘛？都湿透了，为夫帮你。宋昭，你想干什么？那日我执法定会在他身上留下淤青才对。难道他真的不是阁主？哼！近几日练功效果不错，不过我更喜欢肌肉再壮一点的。明天继续。这到底还是不是个女人？皇祖父给的药还真有点用，不然就被发现了。下次让他用凉水洗。他身形确实不错，就是我身体的样子太愚蠢。睡觉。同学，一大早就这么用功啊？你懂什么？爱妃说了，她喜欢肌肉猛男。爱妃早。该死的，我怎么会做这种梦？完了，一定是因为昨晚的事情生气了。不行，
我得跟他解释清楚。有事？啊，昨晚在浴桶里，我不小心亲了你，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了。但本王肯定不是随便的人，本王这纨绔好像就在你手里了，你怎么说？给我个准话，是接着揍我，还是接着揍我一辈子？哎，菲，你给我个准话呀！你这五经总要第3章抄写3遍，晚膳前交给我。这是答应还是没答应啊？5日后祭祀大典，京郊祭坛的守卫，朕打算让你做。你做事，朕放心。末将定当竭尽全力。父皇，该吃药了。太子近日禁足时，日日反省，深觉自己往日荒唐，辜负了父皇的期望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呢。他尤其觉得自己武艺不精，难当大任。大将军武功盖世，他心生仰慕，一直想请大将军指点一二，不知父皇可否恩准？只是这大将军难得休息。太上皇、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知进取，是国之福。若殿下不嫌弃末将粗鄙，末将愿与殿下切磋。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大将军就费心了。父皇，那臣妾就先退下了。太上皇，这药一连喝了几个月也不见起色，不喝也罢。他果然把药倒了，一定是发现了什么。放心，什么也查不出来。眼下先拉拢大将军，若不成，就拿老东西开刀。不！太子殿下，西周大将军到了。大将军肯赏光，本宫真是荣幸之至，请坐。你们两个还不赶紧去伺候将军？不急，太子殿下不是说要切磋武艺吗？不急不急，大将军劳苦功高，先欣赏歌舞美酒，这些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美人儿。殿下果然懂我，这等角色甚合我心。大将军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只要你肯拥护本宫，待本宫登基，必封你为摄政王，与本宫共掌天下，如何？殿下想要登基，还是先把功夫练扎实再说吧，不然如何服众？请大将军赐教。
大将军好身手，再来！大将军为何只手不攻？是瞧不起本宫？那太子殿下可要看好了。我跟你拼了！还不赶紧去把太子扶起来！殿下，殿下，你没事吗？你分明是在戏弄本宫！弓箭手准备，给我拿下西周大将军！伏剑！公今天就要杀了你这个逆贼！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西周大将军？太子殿下，何不问问你自己，为何太上皇迟迟不肯将江山交给你？母后，现在怎么办？萧正锦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纨绔，他有一个掌管兵权的媳妇儿，完了，全都完了。宁儿莫急，过几日祭祀大典，国师自有办法。太上皇且慢，天有异象，有阴气冲撞龙脉。请看那面惊旗。女子？我朝哪儿来的女子掌兵啊？带兵的只有西周大将军，难不成大将军欺瞒圣听，竟是女儿身？看来啊，今天又有好戏看喽。太上皇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还请派人带大将军验明真身。不用了，我西周大将军就是女儿身，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巾帼不让须眉，西周大将军威武！太上皇，女子带兵，阴阳颠倒，国将不国，此乃亡国之诏也，请太上皇严惩妖女，方以平怒。请太上皇严惩妖女。太上皇，女子带兵以触怒天威，唯有将此女子献祭于天，方能平息天怒，保我朝国运昌隆。还请太上皇忍痛割爱。请太上皇赐死妖女，平息天怒。你们！开始。据永德最新情报，国师近日购入大量赤磷粉。赤磷粉以清水化开书写，无色无迹，御风摩擦便可显形。明天就是祭祀大典，看来我们的国师大人是想在大典上玩些小把戏，那我们就陪他好好玩玩。快看看，石板上有字啊！上天显灵了。这个是糖浆与硝酸钾的混合液，
看。糖遇高温会烫化，硝酸钾助燃，降低碳化的温度。我在每块石板后面都贴了生石灰包，烟花炸响为信号，埋伏的人拉动细绳，水带破裂，到时候生石灰与水产生高温，石板背面的字就会被烙印出来。妖道，这说的好像是国师吧？国师，你竟敢构陷西周大将军！太上皇明鉴，这些都是雕虫小技，是这妖女故弄玄虚，太上皇莫要被蒙骗呀！国师，我这是魔法打败魔法罢了，这场好戏该结束了。还请太上皇命人摘下旌旗。摘下旌旗。赤磷粉遇风摩擦便可显形，何来天意？你这妖道，竟敢用如此卑鄙的手段残害忠良！来人，将这妖道打入死牢厅后发落。太上皇，我冤枉啊！太上皇，皇祖父，就算国师有罪，但女子岂能带兵？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女子又如何？谁规定这战场、朝堂只能由男子来驰骋？你们谁若是不服，就站出来，与我堂堂一战。我若是输了，便当场自刎，交出兵权；我若是赢了，就闭上你们的臭嘴。这江山我宋昭守得住，这歪理，今天我就给他掰正了。我家爱妃就是飒。大将军，大将军英勇霸气，本王仰慕已久。不如本王这就去向皇祖父求娶大将军，如何？找死！大将军若觉得委屈，本王回去就把王妃休了，抬你做正妃。你死渣男！亏我还真信了他的表白。现在该怎么办？连国师也被打进去了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那老东西。至于国师，我自有办法救出来。殿下息怒，不要乱了阵脚。殿下，可曾听过尹阁？你就是尹阁阁主，我要你替我办件事。何事？助太子殿下登基，事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不感兴趣。大胆！我乃是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，你竟敢拒绝我！成交。尹阁已经答应出手，他们精锐无敌，遍布京城。有他们相助，您不仅能杀了太上皇，还可以除掉庆王夫妇，永绝后患。大小姐，尹阁倒戈了。那就杀了他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宫里传来消息，太上皇病危，传您速速进宫。终于来了。时候不早了，爱妃早些休息。本王明日再回。等等。把这个穿上。
太子被逼入绝境，今夜恐怕是他设下的陷阱。原来爱妃是在担心我。少自作多情啊！我只是不想当寡妇。等你回来，我们就和离。你去娶你的西周大将军。原来爱妃这几日不理我，是在吃醋啊，还是吃自己的醋？放开！等我回来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想跑，门儿都没有。等我回来。逆子，朕早就应该废了你这个太子！你凭什么废了我？我什么都比那个废物强，可你就是装瞎，你眼里有过我吗？父皇去世了这么久，你还是不肯传位给我？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！挡我路的都得死！住手！老三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对侯祖父做了什么？放心，只是点了穴而已。不过他很快就能解脱了。想救他，可以啊！你现在就给我自裁，给你爷俩留个全尸！小宁！成姐，小宁，你这个逆子！最后还是我赢了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我的腿！萧成锦，你醒醒！我不准你死！你不是说过你要让我给你一个答复吗？我现在就回答你，我要揍你一辈子！你听见了吗？你起来呀！你现在起来呀！死了，死了！我是唯一的皇帝！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你装的呀！谁说我是装的？可疼了，只不过刀上有麻药，晕厥过去了，伤口不深，只是麻药过了。你刚才的话，我可都记住了。你说你要揍我一辈子。尹格、金瑞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弄死他们！你们，尹格、精锐听令，拿下反贼！你是尹阁阁主？好啊，萧成锦，你骗我这么久。爱妃不也骗我这么久吗？本王的西周大将军。皇祖父，成锦，朕没有看错人。这江山交给你和宋昭，朕放心。今后你们定要相互扶持。
皇祖父。主子，按您的吩咐，已经让皇后的人顺利接走了国师和太子。萧宁大势已去，不日必定是庆王登基，不如趁此机会生米煮成熟饭，日后至少也是个妃位呀。王爷的安神汤熬好了。王爷忧伤过度，奴婢扶您去后殿歇息吧。我来，看你笨手笨脚的。找死！哭什么哭？太上皇已死，本宫就是皇帝，今日本宫就要登基。殿下，丧期未过，这是罔顾人伦啊！还不服本宫坐上龙椅？这太子不可呀！贱人！杀了你这对奸夫淫妇！太子殿下，我没有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你个负心汉！本宫费尽心思将你救出来，你就跟这个贱婢一起，你负心汉！原来国师是皇后的姘头啊！那太子到底是谁的种啊？不，我就是太子，是父皇的孩子，是皇子。你不配！众将士听令，诛杀国贼！杀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！诸位，朕想了很久，这个皇位还是应该皇后来做。论武功，她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包括朕。论谋略，从宅斗到宫斗，她带着朕一路躺赢。更重要的是，朕太懒了。以后呢，爱妃白天负责批阅奏折，晚上朕给你捏肩暖床，这日子过得多香啊！我看你是皮痒了。来人护驾！别打脸！